嘿，哎呀，好多了。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制作梅根的 IK。上次我们的骨骼和绑定都做完了看一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骨骼这地方的骨骼，如果它是没有绑定到任何图片上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比如说第一根 bone 1第一根骨骼，你是看不到的。但它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如果你想看到它呢，可以在这个地方选中这根骨骼，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节点显示你是可以，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节点它在这个位置。但有的时候图片太大呢，缩小了还是看不见啊。好，我们是把这个角色的 PSB 这张图直接拖拽进来拖拽进来，我们一般来讲呢，要先给它创建一个 prefab， 也就是预置预置。它呢，你可以理解为 Flash 里的元件，就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东西。创建预置的方法呢，是直接把这个图拖拽到 prefab 里，直接这样拽。他会问你，Would you like to create a new original prefab？ 他会问你是否创建一个原始的预置，还是一个变体的预置variant 变体。如果你这个你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东西基本跟 PSB 是完全一致的话，那你一般就创建 original prefab， 就原始的这个预置。那我呢一般会创建一个变体的预置。这个 PSB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改 PSB 之后，比如说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不停的往里加东西往里加东西的时候呢，它并不能影响 PSB 本身所以你可以理解为现在我们要创建的这个预置跟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PSB 是分离的，基本上是分离的它唯一的联系呢就是骨骼和图层的关系，骨骼图层绑定就这些东西。如果往后加零件呢，那可以在 PSB 里加，也可以在这个预置里面直接加所以一般来讲我会在这儿做一个变体的预置让它还是分离开会比较好变体的预置。这样呢，我们看一下，会创建一个Mergen 3 layer 这就是预置了这是它的图标。然后同时它的图标呢会变成现在它本身就是一个预置了然后它唯一包含的信息就是 PSB 里面的这些骨骼的信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我一般会讲，如果你做了一个东西之后如何撤销如果不想要这个预置了，那就点击右键选择 unpack 然后它就又变成原来的 PSB 了就变成原来的 PSB 了，变成图片了。但是预置还消失还存在预置还存在我们后期的这种操作都在预置上来操作这个 PSB 先删掉，在这儿删掉没关系在这儿删掉它只是在这看不到了它都会存在我们的这个工程目录下。好，选择我们的预置选择预置，在这个骨骼下创建 IK。创建 IK 的方法呢，我们一般的都是创建这个角的 IK 创建角的 IK。首先选中我们的整体的预置选中预置，然后在这儿点击 Add Component， 添加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你可以输入 RDIK 就找到了 IK Manager2D， 选择这一项 IK， 你输入 IK 也行IK Manager 2D， 只有装了插件才有这些东西好，点击一下。下面呢，添加了这样一个组件 IK Manager。注意看这儿是一个前面图标是一个加号，那证明我们在这个预置里面已经添加了一个东西如果保存预置的话，就是在 Overrides 里面选择 Apply All， 这儿会显示出我们刚才添加的一步操作添加，这样呢加号就没有了。那么预置里面默认就带有这个脚本了IK Manager。好，回到这儿我们来添加这个 IK。首先要把这个脚本加上IK Manager 2D Script， 然后
点击 IK Solvers 是啥？查查。Solvers 求解器，解决办法，解决点，大概这么个意思啊。好了，就是我们要在这儿啊添加一个，你看 list is empty， 现在没有 IK 创建，它有3种 IK 啊，一个是 CCD， 一个是 Fabric， 咱们用的这个 limb 啊 ，limb 就是脚啊、胳膊关节用的这个 IK， 这个呢是用在那种长长的尾巴地方用的啊，有一个是啊，另外一个忘了，咱们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讲啊，咱们先用这个 limb IK。好。它的操作比较繁琐啊，不像咱们那个 spy 选中2根骨骼直接创建 IK， 它的操作很奇怪啊。添加了limb IK 之后呢，会看到在这个预置下面，它会自动创建一个 ulimb solver 2D， 创建这样一个节点啊，这样一个节点，它带有一个脚本 limb solver 2D script。注意看，已经加了2个脚本了。第一个脚本是加在预置本身的，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这是预置本身的。第2个脚本它会，因为我们刚才创建了那个 limb， 那个 IK， 它自动在下面创建一个 new limb solver 2D， 选择这一项，它自动还有这样一个脚本啊，还有这样一个脚本。这个怎么操作呢？啊 ，effector 我们要影响哪个地方的 IK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影响谁。那么第一步呢，我们要把它把这个，你看它自动创建的这个位置呢，在整个预置的00点的位置上，就是我们图片的最下面这个边缘，我们先把它挪动到，我们先创建左脚的，比如说这个这个地方，创建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挪不挪的没关系啊，对后期影响并不大啊。我们先挪过来吧，挪过这个脚腕，挪到脚腕的位置。挪过来之后啊，然后选中你的这个脚的这根骨骼，选一下看看它是哪根骨骼啊，21，然后呢找到这根骨骼啊，还点这个 New Limb Solver 2D， 把这个 Bone 21你要影响的这根骨骼，脚的这根骨骼拖拽到 Effector 里面拖拽到这个地方，你看它自动创建了上面2根骨骼的这个点，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IK 要创建的点。好，然后点击 Create Target， 注意看这 Target 还是空的呢啊，目标点，点击一下啊，它会自动创建一个，创建在哪儿呢？创建在这儿了，你看它下面又创建了一个 New Limb Solver 2D 下横杠 Target， 它在这儿创建了一个东西啊，这个点就是它的 IK 点，注意看。对吧？当然，这个 IK，应用于那个半侧面或者侧面的角色会比较合适啊。这个正面的这个角用它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可以改变这个 IK 的强度啊，改变它的强度，它的影响呢就会稍微小一些。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如果操作这根骨骼的话，这是，看看对它还是有影响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骨骼。IK 强度加强，再操作它就定在这儿了啊。只不过我这个角色可能不适合这样用啊。这是 IK 的创建方法，然后它的方向在这个地方 flip 啊，你再点一下，然后它的方向就反过来了，看到了吧？这个地方 flip。好，这是左脚的 IK 啊，我们创建右脚的 IK 啊，右脚的 IK 呢一样啊，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创建了一个 IK 了。点击创建了 limb 第2个 IK 啊，第2个 IK 你可以给它起名字啊，比如说这是 right foot 啊，先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要影响的是哪根骨骼呢？右脚，这是 bone 18啊 ，bone 18，选中刚才创建的这个点，把 bone 18拖拽到 effector 里面，然后点击 create target， 创建一个操纵点啊，这个点就出来了。好，这是右腿啊，你如果想让它翻过来的话，点这个 flip， 反过来了。然后我们操作一下，这个骨骼是 bone 2，看看可以蹲了，对吧？只不过太难受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臂啊，也可以创建这个 IK。手臂的 IK 呢，可以这样来制作，比如说，还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儿，在这儿创建一个新的 IK， 这是 limb， 改个名吧，这叫。R 啊，右臂的 IK 啊，右臂的 IK，
右边的 IK 呢，我们要影响的是这个手，是这个手 Bond 10，那么就把这个10拖拽到对了，先把这个位置挪一下挪到大概右手这个位置，不用特别准它其实它主要控制它的那个位置是里面的 target， 比如说放到这个位置也可以，然后把 Bond 10是这个吧，放到这儿，右手没错，好，拖拽进来以后点 create target，create target， 这样呢就会在 ARM2 里创建一个 ARM2 的 target， 它的位置很准就是在这个手腕的位置，所以你之前摆不摆它的位置都无所谓你看这手就可以这样抬起来了，是吧？好，你要说它的这个手的角度怎么办？手的角度，这一项 constraint rotation 把这个去掉，它就不会锁定子集的这个角度了。看看，这个手就没有问题了，是吧？这是右手这是右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我操纵骨骼的话，操纵主骨，看这个右手还是不太正常。右手应该绑在哪儿应该绑在身体上面。那比如说是 Bone 2或者 Bone 3我们可以把这个 Arm R 拖拽到 Bone 3下面这样就成为 Bone 3的子集了。那么我在拖拽 Bone 2的时候这个手是跟着身体一起走的，对吧？那么我可以单独的操纵这个手。好，我们现在创建左手左手一样的选择预置创建 limb， 这是 Arm L 左手骨骼是哪根骨骼呀？Bone 14。好，把 Bone 14拖拽到这个地方 ，Effector 点击 Create Target， 然后 Concentrate Rotation 去掉。OK， 然后把它也拖拽到 Bone 3下面Bone 3下面，这是在身体上的 IK。只不过正面这个用起来就很别扭你们知道怎么操作就可以了。哎呀，这骨骼实在太难选了。Bone 2，好，这就是在这个 Unity 里面做2D IK 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个骨骼改名，比如说这个腰，然后这个 center center， 可以改名，骨骼都可以改但是改名的时候尽量是在你做动画之前如果你的动画全做完了，包括我们在这个这个地方之前制作的所有的骨骼，这个地方的父子关系一定要在前期全都给它检查一下，没有问题了，我们后期再做动画否则后期更改这个骨骼名字和骨骼父子集的话，你的动画基本就废了后面我会讲，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非常，这个软件实在是太变态了，对吧？你看 Spline 都没问题，我想无论我动画做到什么程度，我随便更改骨骼的父子关系，对动画基本上没有影响的。我怎么改这个骨骼名字，随时改，对吧？但是 Unity 就不行前期全做好了，你后期一改，动画就废了。好，我们这节课呢讲的是 IK 讲的 IK， 那么下次开始正式的进入到 Unity 2D 的动画部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下次再见，拜拜。Like comment 那晒鸡蛋也热一热，忘了。嘿，满汉全席。